光伏的话，很多中国企业就是靠着美国市场在赚钱，在其他市场都是亏钱。在联合国是不是代表？在联合国代表，真正的全球化是要大量的人变成本地员工，然后更熟悉本地市场。今天我们来到刚好上海，遇见老朋友、老同学而已。然后今天想谈一谈关于英国、美国和中国有哪一些区别，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朱林笑，我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上海平流智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然后我们公司是主要给这个中国企业做出海的政策相关的服务，我们是focus 在这个能源 sector 然后我以前在英国、美国都生活过，一直是做的这个能源政策工作。我在国际能源署、经济学人智库，然后包括美国的 Clearview Energy Partners 都工作过。然后今天也很高兴见到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在做什么。你在美国也待的时间很长，是不是？对，从美国开始了，再进入这个行业内，是吧？对，在美国待了6年吧，前后。6年，也全是做这个能源行业的，对吧？对。你以前我要是没记错，你应该也是去过 UN 吧？你在 UN 对，我也待过。在联合国是不是待过？在联合国也待过。什么样的体验？联合国吗？对，这个官僚机构比较轻松，是不是？对。但是大家听到这个觉得其实挺高大上，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在内部应该是挑战也是挺大的。外人和内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吧。外人可能大家觉得很光鲜亮丽，但是生活工作在内觉得还是比较太安逸了。不一样的，就是确实看着像搞得很大的政策这方面，但实际上就是还有很多应该是内部的这些内政。而且联合国现在也越来越被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困境吧，算是。我觉得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跟10年前比都一样了。对。那你就是作为中国人，你也是在国外也待了那么多年，尤其是在能源这个行业，那你怎么看就是有哪些区别吗？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还有中国在这方面有哪儿不同吗？能源这个议题吧，是这几年全球最火的议题之一，能源转型这块儿。然后我觉得能源转型，这整个能源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说到气候吧，从气候说起，这气候问题归根到底是能源问题，基本这个能源问题呢，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然后这个整个能源转型的这个叙事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体现。比如说这几年在美国就是经历了一个基本上是180度的大摇摆。在美国从这个拜登时期的对新能源的大规模补贴的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通胀削减法案，到现在川普上台，完全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弯。这个能源问题是在每个国家都跟政治走得越来越近，而且我觉得是越来越 complex 越来越复杂的一个议题。它要跟经济挂钩，跟贸易挂钩，跟科技挂钩，然后跟每个国家不同的这个政治这个地理资源禀赋挂钩。能源转型是可能是未来100年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吧，至少。但是也是越来越复杂的一个议题。他们是不是这些政策改变的速度太快了？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有一个4年的一个选举周期。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完全是就180度，至少在能源问题上就是水火不相容。所以基本上你看，如果4年换了政党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但是在欧洲的话，政策持续性还是比较久一点。然后说到中国，其实中国是我觉得是政策持续性可能是最稳定的，可能跟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关系。所以其实对企业来说，那肯定是在这儿做这个能源行业的话，它是可以很多年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对企业规划其实是最好的。现在你看美国的企业就是整个新能源企业就被打懵了，这一棍子上来。化石能源的话
大家也都是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未来4年怎么样，然后在之后的4年会怎么样。就是其实企业投资的这些战略的决策是需要一个 policy continuity， 一个长期的政策的连贯性、可预见性。我觉得美国的这几年的折腾吧，把这个都折腾没了，至少能源行业感觉是这个美国的企业比中国企业还压力大。我觉得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压力吧，中国有自己的压力，中国的我觉得叙事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那中国的这2年新能源企业在受到一个整个供给过多这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这个投产打价格战。我觉得这中国跟美国跟欧洲的这完全是在不一样的困境。中国的大家就在想着打价格战怎么生存下来所以我刚说到嘛，能源转型这个议题在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 context， 有自己不同的背景，然后有这个不同的 play out 在都是非常有意思。那你觉得中国企业能源企业还有机会吗？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我是说我只能说是必须有机会，因为其实中国市场虽然很大，但是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其实说到底未来的新的增长点还是主要是美国和欧洲。虽然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很大的市场，但跟美国欧洲比起来还是一个至少现在来说是比较小的存在吧。而且美国欧洲的至少美国是溢价非常高的一个市场，因为美国有各种关税把这个比如说光伏产品这个堵在外面，它的美国的整个售价是要比全球的平均价格高很多。其实像光伏的话，很多中国企业就是靠着美国市场在赚钱，在其他市场都是亏钱的。所以为什么所有的企业还是想争取这个市场？对，我觉得中国企业已经竞争到了一个在国内已经卷不动，必须得靠海外市场生存的这么一个现状吧。就算是你外面再有这个贸易战再有新的这个关税，但是没有欧美的新的增长点，这个企业就很难活下去。那你觉得中国企业要是想出海，那它首先是要考虑哪一些点？其实因为我们都也做出海相关的一些业务嘛你可能做那个品牌形象这块多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在从1到99这个很快做量变，这个很快增长，规模增长很快，但是跟怎么去讲好一个自己的企业的形象的故事，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怎么去做好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那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可能好几十年的时间你像虽然中国新能源企业出了那么多巨头现在，但是没有说一个在国外的认可度，这个 brand 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接受度，没有像比如说西门子这么一个大的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的形象建立在那边，那个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深耕的。然后第二就是我做的这块，我做的是 policy 政策这块我觉得比较少的企业吧会花费很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本投入在这个事件上面。所以我觉得企业做的第一步就是可以内部成立一些这种政策的研究的一些团队做政府关系的，然后第一步是要解读一些政策，然后预判一些政策，比如说这个贸易战之后怎么打对中国的关税怎么影响，对东南亚的关税怎么影响，这个是非常影响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布局的。然后第二步是欧美的企业做的比较成熟的，就是做 lobby 做游说。你需要去你在哪个市场发展，你是需要去跟当地的监管部门有一个长期的游说的过程，你要跟当地的这个行业协会去怎么样，不光是玩这个游戏，是你需要从这个接受规定，你要慢慢的去做一个改变你的规则，你要去甚至做一个制定规则者政策执行者，他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玩，特别是在欧美市场，他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他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给各个企业做评论，做 comments， 然后让你去修改他们的规则，这个是企业需要一个积极融入的事情。
对，就是你应该也发现了，就是很多中国企业如果想出海，然后想在国外办业务，那他们可能拿订单很简单，对吧？那有可能性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是有影响力，然后大家都喜欢，就是影响力我很快，我1年了我就已经这个变成一个很知名的品牌。但是这是已经你刚才提到，确实那西门子它投入了一个大资金在这儿，大资本，而且主要是很多年了，有大几十年了投入，所以大家是很认可，所以是效果不是这么快。它应该是有一个一定的过程。对，我打个比方，就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电池、这个新能源汽车、光伏的这个都已经这个 dominance 已经完全领先了。但是，你可能去西方，你随便在街上拉一个人问，你知道哪几个 brand， 可能的大部分人还是一个都说不出来。这个也同样说，这个特斯拉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个 latecomer， 但是它的这个品牌形象就做得很好，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对，就是可能除了就是专家以上，你知道可能宁德时代 ，OK， 就这些就没了，然后比亚迪，但是你再想就是普遍的观众了，可能不就。对，所以就是不光要做好产品，要讲好故事。对，其实国外是不是特别，尤其是美国，我们特别喜欢故事。对，也是公司故事。美国人就爱讲故事。我特别羡慕他们这个，原来不是有很多美国同事嘛，我就一看有时候，哎呀，我的天呐，他们特别能讲故事，把一个蚂蚁能变成一个大象的故事。对，美国，我觉得这个民族精神就有一个爱讲故事，然后幽默的一个民族精神吧。所以你就一个大象，然后你来到美国，你就不讲故事不行。对。有意思。那你觉得你跟欧美的人去沟通有哪一些挑战吗？就是对中国企业来说，对中国人。还是挺多的。这个文化的隔阂，我觉得是很大的一块儿。我自己的观察是，虽然中国企业在海外已经有很多的 presence， 但是真正能有本地团队的，然后有本地高管的，这种好像不是很多。他可能还是以派中国员工去做高管，然后一部分中国员工在当地的这个模式比较多。但是真正的全球化是你要把大量的人变成本地员工，然后更熟悉本地市场，然后有本地决策的一些权利。而且了解本地市场，对吧？对，最主要，因为我也是见了很多比较大的中国企业，然后如果是在国外开一个分公司或者子公司，就会遇到就是要不就是把原来的从中国把一个员工调到那边当那边的老大，或者要不在那边当地找一个本地人，但是他又不知道中国，就是有一个很多这种跨国的那种问题，就是导致你可能可以做一些业务，但是你真正的想做影响力或者本地化，就是做不到。对，但也要慢慢看嘛，毕竟欧美做这个，对吧？全球化公司做了几百年了已经。对，我们这个中国公司还是刚开始做，对，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也要有点耐心。有点耐心，有点要学习。对，这个而且是要吃堑长一智，这个才能慢慢学起来。是，也是一个机会是肯定的有，如果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那你自己在美国也生活过，然后在英国也待了，你就对比的话，就是欧洲的和美国的市场这个区别呢？欧洲和美国区别还是挺大的。美国我觉得就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其实和中国有点像，在很多程度上，这个大家工作还是挺拼的。然后，在能源这个圈吧，美国我刚才说到的，整个政治和 partisan 现在结合的特别厉害，每4年就有一个大的变动，所以大家其实被这个政策也搞得晕头转向。欧洲呢还是相对一个比较激进一点，比美国偏左很多。能源转型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可能有时候会稍微慢一点，但是整个能源政策的一个 policy continuity 是比较明确的、明朗的。而且欧洲一直是全世界
主要国家里面执行这个气候政策最 ambitious 的一个经济体。欧洲还是引领了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整个人类的这个 climate action。那英国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能源的 hub？英国伦敦其实一直是一个世界能源的中心伦敦英国以前最早就是产油国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大国。以前这个 Brent 原油里面的这个 Brent 就是英国这个北海的油田的一个标的。然后现在英国也是一个清洁能源的一个 hub 也是一个金融中心的一个 hub， 所以它其实至少在欧洲区域吧，算是一个能源的一个中心。那除了英国以外呢，还有哪些国家现在是在这个新能这块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就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的这个德州。德州啊？德州是因为德州不光产油气那两个肯定是最重要的。德州现在也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中心，在美国。然后接下来就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了。那他们有哪一些特殊的政策吗？德州吗？对，德州的整个政策其实是非常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包括你像德州有很多自己的能源的监管机构，像 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 那种跟铁路完全没关系。德州是可以说是美国的政策的一块飞地吧，相当独立于联邦政府。那现在就是在这种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想到进入美国市场，比如说或者英国市场，那你建议去做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些政策？那去做 GV 或者去做全部一个新的公司在那儿，还是我觉得哪一个方式是最合适？其实，在特朗普期间，很多的路已经被堵死了。跟美国企业一起做 JV 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些企业在做的一个方式。可能说，特别是这个美国前几年因为出台了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对整个新能源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补贴，然后有一部分中国企业其实上船了。但是到川普的时期开始对这种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进行大规模的限制。但是以后呢，我觉得光让这个中国公司抢占把全球市场拿下来的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过去了。我觉得政治上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还是跟美国企业一起做 JV， 然后可能中国企业出售一些技术或者出售一些专利，还有其他的经验，然后美国当地的公司来提供一些落地销售然后运营，那可能其实是一个比较 efficient 比较高效，而且可能比较政治上比较可行的一个办法。所以还是必须有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没有的话，那几乎难去做。没有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能做，但是政治风险还是挺大的。美国可能哪天就出来一个 executive board 的一个行政命令，就把你的路给堵死了。对，就是我也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成功的案例的，有成功的 case， 几乎全是必须有本地的某一个国家的一个合作伙伴，必须也有当地的合作伙伴来提供这个 case 能成功。如果你企业单独想在那边拓展市场，几乎很难。对，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市场，就是你没有这个根在那儿。对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高效、收益大的事儿。你要前期你要投入，你要在那边吃了很多亏才能赚到第一桶金。对，但很多企业也不太想吃亏，也不想去花这个成本大家直接想赚钱。对，但是这都不太可能，也是对吧？你做一个企业，你肯定得想学习，就像中国呀，你一开始做业务的时候，你肯定也亏，你肯定得慢慢学习，然后你慢慢可以增长。去中亚市场也是这样吗？也是，其实一样，就是我们很多企业看就是都想卖货，想赚钱，但是你想卖货赚钱，那你就首先你是尊重这个市场，你得了解这个市场，你都了解这个生意的游戏的规则，因为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规则。那你如果是过来你破坏这个规则，那就是有一个一定的对这个市场影响力太大了，你的企业或者你个人可能会出问题，就很容易。
就可能你说的这个跟美国相关的一样，就是你自己去了，然后你可能做的比别人还能赚钱，压价等等，那很快就是政府或者其他的机构找你麻烦，对吧？啊，对，比如说现在光伏企业在美国吃了一个比较大的亏，就是这个双反关税啊，中国企业可能因为之前美国对中国直接有关税，所以就转移这个 production 到东南亚去。然后现在一转到哪里，美国的一些本土企业就会他们当地叫 file complaint， 然后让美国政府来调查这个关税规避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马上就给东南亚就有上关税，所以现在其实企业在第三国做这个关税规避的行为是越来越难了。那就是可怜的就是东南亚，对吧？那之前是可行的是东南亚，现在这个路也慢慢被堵死了。现在应该是越南那边比较好的政策，是不是？都快堵没了。都快堵没了，确实。中东也是，但是中东不是那么多，像巴赫兰这些国家也有免税的政策。对，中东其实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吧，这2年那个新能源公司去了很多。对，就是你可以在当地加工，有一定到30%的本地化，那你可以就是变成一个本地的产品，本地产品你再出口就是就是免税。现在看起来中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新的增长点吧，而且中东的很多国家跟美国关系也比较特殊嘛，对，这个上关税就相对比较难一些。对，它跟东南亚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对于政治来说的话，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有个机会在那，挺好的。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对中国企业想去出海哪些方面，给一个个人的建议，想怎么去开始做？早投入要投入资本和精力，在不光是这个海外市场的尽调，也是要成立这个本土化的团队，然后要摸清本土的市场，然后摸清当地的政策要投入资本在这个全球的这个 policy research 这一块这样能省去之后很多的麻烦。其实 policy 有很多优势，主要是你知道你要学会掉它，你就可以有这个优势去利用它。对，而且像你们这样做 branding 也是非常重要。这都是可能中国企业比较忽视的这个软的这块吧。硬的这个把产品做好，这个我觉得产品什么的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海外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但是那些软实力的这块还是差很多。我们是第2线的企业，研究好政策，研究好它的战略，它的 policy， 然后他知道我反正未来3年、5年到10年，我就在那个市场去拓展，那就是肯定是你得有一个政策，你要看我要什么，因为国外的政策其实跟国内不太像，对吧？不太一样。那国内的招商引资，他会给你土地啊，他会给你的那个补贴等等，其实国外这些他没有直接的给你这种补贴，也没有这种。我是可能觉得，可能国内企业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那他们跟任何政府去谈，他们就想，那你给我什么？那你给我补贴等等这些直接问的这些问题，因为但是国外我反正碰到的很少有这样的补贴。欧美吧，至少是跟政府直接谈判的比较少，但是政府的整个政策的导向是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做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你企业内部成立了一些这些 policy 的团队，然后你其实是要有输出给决策层的。你这些 policy 的这些信息，你是要输出到决策层 inform decision making， 你是要企业的长期的战略，这个供应链这些布局，然后长期的这些全球化的战略是要 learn from those policy insights。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哪一些觉得政策优惠或者福利可以得到企业在美国或者欧洲？像新能源这2年，其实我刚才说到美国有那个 IRA， 中国企业其实去了一大波已经然后接下来欧洲是准备在未来也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好像是400亿欧元。做这个 Clean Industry Deal 清洁工业法案，也是学美国的 IRA， 做一个给整个清洁行业做一个大规模的补贴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学美国的一个模式。这里面其实对中国企业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那它的补贴还是不错的，是吧？补贴力度应该是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哇，那确实对企业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帮助。所以我希望未来更多的新能源企业也可以去海外，也多多拓展，然后随便如果有任何问题就找你去问，就研究 policy 也挺好。如果有重要的问题就也找你。行，然后我觉得今天聊得很好，谢谢你。好，聊得很开心。好，聊得很开心。好的。